周二，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公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其中新任防长马尔斯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他是否会修正前政府过于激进的对外军事安全政策。而马尔斯的前任达顿则当选澳最大反对党党魁，那么他是否会继续成为中澳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来看报道。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周二公布联邦议会选举结果，工党拿下77个众议院席位，达到组成多数派政府的席位要求。当天，澳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公布了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这是工党近10年来首次组阁。名单确认了防长、外长、财长等内阁成员。周三，新内阁成员宣誓就任。在澳新一届内阁名单中，蛰伏10年在任要职的新任国防部长马尔斯备受外界关注。现年54岁的马尔斯与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都曾跻身陆克文政府内阁，但随着2013年工党遭遇选举滑铁卢，黯然离场。直到去年1月，阿尔巴尼斯率领的工党进行大洗牌，马尔斯成为其副手。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马尔斯算是左派政党中的右翼人物，意识形态趋于保守。与有反华急先锋之称的前任国防部长达顿相比，马尔斯并不排斥中国。他在过去5年曾10次访问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尤其是在2019年中澳关系紧张之际，马尔斯访问中国时表示，澳大利亚必须尊重中国，把中国当成敌人是大错，新冷战的论调是愚蠢的，呼吁两国加强经济、政治和国防合作。但有分析认为，澳大利亚现阶段的根本战略目标依然是依附美国。尽管面临各种挑战，澳政界都压注在美国长期遏制中国的决心上。莫里森政府与美国加强了关系，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忠诚和最可靠的盟友。那么马勒斯本人呢，相对于达顿而言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在竞选期间和胜选后，工党都表示他的国防政策不会大幅调整，也就是说会基本延续莫里森时期的国防政策，包括保证这个军事投入不低于 GDP 的2%。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难就是期望说马勒斯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就是他能带动中澳的防务关系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阿尔巴尼斯上任后第2天就赴日参加美日英澳4边安全对话机制线下领导人峰会，而对于去年成立的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澳工党政府也希望巩固其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地位，因此没有很大愿望保持节制或重新审查政策。这就意味着 AUKUS 对澳大利亚政策自由的影响将会更加持久。此外，澳大利亚也是美国主导的历史悠久的五眼联盟成员之一。早在 AUKUS 筹建时期，就是去年的9月份筹建时期，当时美国就非常担心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变化会导致 AUKUS 出现生变，所以当时拜登政府就要求莫里森一定要保证澳大利亚的2党对 AUKUS 都是支持的。所以在那个时期呢，莫里森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工党后来呢，在那种环境之下，也对 AUKUS 表达了支持。在去东京开会的时候，阿尔巴尼斯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那么在会谈中，他也表示要继续坚定支持 AUKUS 和 QUAD。马尔斯的前任达顿近日则当选澳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党魁。在莫里森政府时期，达顿就多次因其激烈的对华言论引发争议，连澳大利亚国内许多人也指责他的言行过于偏激。达顿曾毫不隐晦地宣称，中国将成为澳大利亚人有生之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当选党魁后，达顿就迫不及待地在记者会上重提所谓对台湾问题的担忧。达顿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一旦台海开战，澳大利亚将向台民进党当局提供武器援助。分析认为，达顿作为澳大利亚在野政治力量的代表，持续打对华强硬牌，将牵制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也给中澳关系继续带来不确定性。在澳大利亚现行政治体制下，反对党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这次选举之后，反对党依然在议会占有很多席位，有很大的势力。那么同时呢，反对党在澳大利亚政治体制设计中也是有肩负着监督和质询政府的责任，所以反对党领袖达顿将来还会继续对工党政府的政策进行制约。具体在对华政策上，我认为这是将来达顿对工党
攻击和质询的一个重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近日就在其新书中表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关键不是亲华派或是反华派，澳大利亚领导人要成为知华派，才能确保澳国家利益。陆克文警告称，假如中美在台海爆发战争，结果会是美军战败，成为美国的滑铁卢，使美国从此走向衰落，澳大利亚也不会置身事外。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指出，澳大利亚是时候重启与中国的关系了。报道称，美国在反华妄想症中越陷越深，仍处于冷战思维控制下，将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而不是为该地区带来好处。美国一边把澳大利亚当作棋子，一边却接手澳大利亚在华市场。澳大利亚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应该以独立的外交政策做出更好的选择。中澳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会给双方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从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环境，工党在竞选期间，包括胜选后，都一直强调一个点，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在莫里森政府执政的情况下，那么澳大利亚对华的这种鲁莽的和极端的这种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是难以维持，因为不仅导致中澳关系持续的恶化，在澳大利亚国内也引发了反感，所以工党一直强调，他将改变对华接触的方式，会更强调外交的手段。